古生物学家说呢，每2700万年呢，地球上就会发生一次大灭绝，就是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呢，曾经有2个太阳而造成的。虽然这颗半星还未被人类发现，但科学家却为其起了一个名字，名叫涅墨西斯星。涅墨西斯星接近奥尔特云的时间呢，刚好是2700万年。这意味着涅墨西斯星的运行周期为2700万年，与地球上的物种灭绝的时间恰好刚刚吻合。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而《山海经·海内东经》上就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世界年轻的时候呢，天空曾经一起出现10个太阳。传说在辽阔的东海边啊，竖立着一棵神树呢，名叫扶桑，树枝上栖息着10只三足乌，它们同是东方神天帝的儿子，每天轮流上天遨游。三足乌呢放射光芒，就是人们看见的太阳，所以太阳也称三足乌。当黎明预示着晨光来临的时候栖息在树梢的太阳便坐着2轮车穿越天空，10个太阳每天一换，轮流穿越天空，给大地万物带去光明和热量。那个时候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和和睦，人和动物就像邻居和朋友那样生活在一起，人和动物之间彼此以诚相见，互相尊重对方。那个时候人们感恩于太阳给他们带来了时辰、光明和欢乐。后来10只三足乌呢不听东方神的指示，都抢着上天，天空中同时就出现了10个太阳，大地草枯土焦，炎热无比。人们只好白天就躲在山洞里，黑夜出来寻食。猛兽毒虫呢伺机蚕食人类，于是人类遭受了濒临灭绝的危险。这个消息传到天上呢，天帝就赐给后羿一张红色的弓，一带白色的剑，叫他下凡到人间一方面惩治妖魔鬼怪呢，同时也教训他这些太阳儿子。于是后羿就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越了99个峡谷，而来到了东海边。他登上了一座大山，山脚下就是茫茫大海。后羿拉开了万斤力的弓弩搭上了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就射了出去，第1个太阳就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了弓弩，搭上利箭，嗖的一声射去同时射掉了2个太阳。而这一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而后羿感到了这些太阳人很焦热，又狠狠地射出了第3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4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支接一支的把箭射向了太阳，无一虚发，而射掉了9个太阳。中了箭的9个太阳无法生存下去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它们的羽毛纷纷落在了地上，它们的光和热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大地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只剩下1个太阳的光。可是这个剩下的太阳害怕极了在天上摇摇晃晃，慌慌张张，很快就躲进了大海里去了。于是天上没有了太阳，立刻就变成了一片黑暗，万物得不到阳光的抚育毒蛇猛兽又到处横行了起来，人们无法生活下去于是大家便请求天帝换第10个太阳出来，让人类万物繁衍下去。天帝见9个儿子已经死了，大发雷霆，不准后羿再回天庭，同时也令仅存的这只三足鸟日日遨游，不得休息。于是淮南子就说：尧之时，10日并出，交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羿上设10日，万民皆喜，至尧以为天子。其实不只是我国古代有这样的传说天上有多个太阳，而世界各地，比如说印第安族玛雅族和古印度以及苗族的传说当中都有类似的说法。差别呢，就是太阳的个数都不一样，有的说是12个，有的说是10个，有的8个，但很多的石碑上都刻着曾经有过2个太阳。难道呢，这是全世界古人的集体臆想症吗？就像是大洪水传说一样，全世界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神话传说的记载。而无独有偶，现代的天文科学家们就认为以前可能还真的曾经存在过多个太阳。科学家们就发现地球上的物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大灭绝。根据化石记载呢，古生物学家们就发现了这5个物种灭绝的时期。而第1个时期呢是在奥陶纪晚期，约4亿年前；第2个时期是3亿年前的泥盆纪期，而第3个时期呢是二叠纪末期，距今呢是2.5亿年。当时呢96%的生物已经灭绝了。第4个物种的灭绝是在2亿年前，地球当时处在3叠纪晚期。而第5个阶段呢，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白垩纪晚期，大约是在6500万年前。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的恐龙呢，也已经灭绝了。有个叫兰皮诺的美国纽约大学的考古学家，在2020年的历史生物学期刊中就说到了，每隔2700万年呢，地球上就会出现一个类似于死星的来临，而毁灭生物。为什么每隔2700万年地球就会发生一次大灭绝呢？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啊，美国的物理学家穆勒呢就太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他说太阳可能存在一颗伴星，虽然这颗伴星还未被人类发现，但科学家呢却为其起了一个名字，名叫涅墨西斯星。穆勒不断地模拟出了涅墨西斯星的运动轨迹啊，他说它就像是在太阳的相反的方向而运转。按照穆勒的计算呢，涅墨西斯星接近奥尔特云的时间刚好就是2700万年，这意味着涅墨西斯星的运行周期为2700万年，与地球上的物种灭绝的时间刚刚好啊相吻合。那么这颗伴星可能就是一颗距离太阳非常遥远的红矮星，它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进行公转。每2700万年左右就会进入太阳系的边界奥尔特云，并搅动许多的彗星呢进入太阳系，从而对地球上的生物造成周期性的物种大灭绝。什么是奥尔特云呢？奥尔特云啊是由濒危行星组成，这些濒危行星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包裹住太阳系的一个球体云团，它也被称为是太阳系的边界。从奥尔特云到太阳的距离呢，大约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1万倍。科学家们就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太阳系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一颗恒星的话，那么构成奥尔特云的物质理论密度啊，应小于如今测到的实际密度。这种偏差不得不让人们相信啊，太阳系其实是存在过2颗恒星的，即是2个太阳嘛。科学家们就认为啊，假如能够发现奥尔特云被太阳系的2个太阳吸引过来的线索，那么太阳系的形成的理论将被全被推翻，而且也解决了地球生命周期性的毁灭的一个疑问了。那么有科学家就推测，来自奥尔特云的彗星啊，为地球带来了生命的基础，那就是水。但彗星的到来呢，也导致了诸如恐龙大灭绝等事件。所以涅墨西斯星为何又凭空消失了呢？它又去了哪里？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在寻找它，它很有可能被一颗掠过太阳系的恒星而带走，同时带走的呢还有奥尔特云的大部分物质。那么这颗伴星已经来到了人类从未观测到的银河系的某个区域，但天文学家仍然在太阳系中寻找这颗伴星呢，也叫第9号行星。通过理论分析和电脑模拟呢，第9号行星确实存在，且每一次研究的结果都颇为接近。和其他的气态行星不同的是，9号行星的质量非常大，体积呢也是地球的4倍，质量是地球的10多倍。它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啊，每转一圈大约就需要2万年左右。而科学家们猜测呢，9号行星可能是在地球刚诞生的时候被太阳所捕获的一颗系外行星。当太阳系中含有多颗恒星的时候啊，恒星之间的位置啊并不是相对静止的，几颗恒星也会经常的相互掠过。那么狭路相逢的时候，太阳可能就拉拽了其他恒星系统的多颗行星，直到它逐渐的脱离了星团，并形成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太阳系。这就和穆勒的伴星理论不谋而合。太阳系曾经在伴星的帮助下而捕获了第9号行星，所以穆勒就相信啊，当涅墨西斯星接近奥尔特云的时候，它的重力呢就会将这个世界的平衡给破坏掉。有些大的彗星和陨石会从原本的轨道上掉下来，向地球飞去，最后呢会有一颗彗星或一颗陨石撞上地球。现在他已经猜测到了涅墨西斯星的存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涅墨西斯星。于是呢，无数的天文学者啊，纷纷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啊，瞄准了天空，并寻找着涅墨西斯星的轨迹。10多年了，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难道这一切都是穆勒的臆想症吗？在2017年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家斯泰勒和他的团队呢，正在研究距离地球600光年外的一团巨型分子云。这一团分子云位于英仙座，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氢气，温度极低，密度又大，是新恒星诞生的摇篮。而斯泰勒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惊奇地发现了，新恒星呢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往往都是双星系统，就是一次出生2个恒星，2个星相距呢大约500个 AU， 一个 AU 呢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那么一般恒星的孕育离不开特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一般集中了大量的尘埃和星际气体。因为这样的区域的范围较小，所以太阳这样的恒星体系，科学家们就认为一般会有孪生兄弟，也就是说在诞生的时候会多诞生出双星系统。那另一个太阳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经过天文学家的一番观察呢，还真的就被天文学家也许找到了。虽然茫茫宇宙很不好找啊，哪怕只是一个银河系的范围，也有着1000万颗恒星系统。所以科学家们认为啊，既然是太阳的孪生兄弟，那么就应该与太阳之间有着相同的特性。那么在各种仪器的帮助下，科学家终于找到了一颗很特别的恒星啊，并给它命名为 HD 186302。这颗恒星呢，也身处于银河系，距离我们大约184光年远。对于宇宙来说啊，也许算是比较近的距离了。
所以科学家们发现这颗恒星比太阳呢稍微要大一些，表面的温度和亮度呢都与太阳极其相似。经过数据光谱分析呢，发现它的年龄也在46亿岁左右，与太阳同时诞生也说不定呢。太多的共同之处让科学家们就认定这一颗恒星就是太阳当初的孪生兄弟。在19世纪前期呢，德国的天文学家彼得汉森呢守望在天文望远镜前，他就观察到了天王星轨道呢时不时的会波动一下。而天王星是太阳系里的第7颗行星比地球重14倍，一般的小行星是不可能轻易的干扰到它的轨道的。因此汉森就确定有2颗不知名的大行星在干扰天王星。直到1846年，天文学家们找到了海王星但是发现海王星之后的2年多，天文学家们又发现了海王星的轨道也显示出被扰动的迹象。于是呢，天文学家猜测还有另外一颗巨大的星体潜伏在它们之外，所以科学家就把目光就投向了太阳系遥远的柯伊伯带。而柯伊伯带就位于海王星的外侧，是一个环，里面呢有海量的小行星和其他的星体，也包括了太阳系形成初期的一些遗迹。不过由于这个小行星带太宽，距离地球太远，现有的技术手段还很难搞清楚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所以在近几年的天文观测的活动中，科学家在遥远的外星系中就观察到了有一个在海王星轨道外运行且离太阳的距离相同的一个星体，它就被称为跨海王星天体。那么这个奇怪的天体非常的遥远，科学家分析呢，影响跨海王星天体以特殊的轨道运行的并不是海王星，而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第9号行星。第9号行星远在冥王星轨道之外，其到太阳的距离可能是地球到太阳的1000倍之远。所以涅姆西斯星是一个巨大的天体有可能就藏在这个柯伊伯带里，是它在拉扯着海王星，还画出了一个奇特的运行轨迹。科学家们就认为这个天体很有可能就是涅姆西斯星这颗棕矮星，太阳曾经的伴星。不过虽然找到了太阳的伴星可能存在的证据，但是呢，从一颗矮行星的奇特的轨迹来推算，这不算是一个直接的证据。所以 NASA 发起了一个叫全球后院的项目，在距离太阳4光年以内的范围居然发现了59颗棕矮星。而天文学家估计呢，在太阳的附近每6颗恒星当中就有1颗是棕矮星，所以整个银河系大概有1000亿颗棕矮星，所以太阳存在伴星的可能性依旧不能排除。也就是说，原来也许真的有第2个太阳存在。那么古代的神话传说还真的是有一些依据的。在2022年呢，威拉鲁宾天文台将正式启动，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冥王星以外的外太阳系天体。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就能够发现第2个太阳和9号行星的存在。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